吴谨言的新剧一开播，她就被丈夫当头一棒，然后被丈夫活埋。原来她是县令才女薛离，字芳菲。当初她不顾父亲的阻拦，硬要嫁给穷书生，岂料丈夫考上状元后，被公主看上，要她当驸马。面对这突如其来泼天的富贵，他们让一名无赖爬上妻子的床，她以为趴在床上的是丈夫，不料起来后却发现他根本就不认识此人。而他们亲密的一幕就那么恰巧被丈夫的母亲看见，于是用偷情的罪名绑了起来。这时丈夫走了进来，只见他手中拿着斧头，你不相信我了吗？挥起斧头准备手起斧落，最后发现他并不是杀妻子，而是用斧头砍断了妻子的铁链，接着故意带着妻子私奔。在薛离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她喝了丈夫的水，却不知丈夫早已在水里下了蒙汗药。等到她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身处在坑里，她这才知道一切都是丈夫的谋划。而丈夫为了抱紧公主的大腿，用铲子将妻子敲晕，然后将其活埋。丈夫离开后，她不知道薛离并没死，而污蔑薛离这件事全部都是丈夫母亲的设计，因为她想让儿子当上驸马。第二天，相国织女刚好路过，看到了湖边奄奄一息的薛离，便心善的救了他。等到薛离醒后，但她还没从恐惧中苏醒，当得知江离是相国公织女，她却以为是丈夫派过来的。江离知道她听不进去，她便带着丫鬟去找些果子。如今的薛离想不开，她准备跳江自尽，却被江离拉住。她告诉薛离，不管发生何事，活着才重要，活着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可薛离觉得自己不配，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有眼无珠、识人不清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在这个世间活着。不料江离感同身受，因为他以前也被所幸之人辜负过。他告诉薛离，所幸之人最怕他耳听目明活着，活着才是对那些小女死的人最好的反击。薛离这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他把薛离安排好之后，就回到了真女堂。就在他们准备拿东西去找薛离时，却被堂主的心腹拦下。而薛离等到晚上都没等到江离到来，为了不让薛离饿死，他背着行李准备偷跑过去，却被堂主心腹逮住。堂主为了处罚江离，他让真女堂的所有真女用鞭子殴打江离。而薛离想着江离的话，她终于想通这一切，准备活着报复丈夫。随后她也来到了真女堂，刚好听见江离被堂主打了，她便溜进了真女堂，恰巧看到了江离的丫鬟。接着她来到房间，看到江离被打的不成人样。江离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他告诉薛离自己的故事。她本是相国公嫡女，10年前，那时候的她是多么的天真，可颇有心机的继母竟故意从楼梯上滚下，导致肚子里的孩子流产，还污蔑江离。我看你不好，你为何要如此寒厉？继母这一句话让相国公把自己送进了真女堂。如今他在这里生活了10年，家人从未来看过他，自然也不知道他的样子。他把母亲送给自己的簪子拿出来，凭此可证明相国公织女的身份。他把簪子交给了薛离，希望姐姐找到相国公，告诉父亲自己在这里深受大苦。此时的江离看到了自己死去的母亲，最后死在了真女堂里，这让他的丫鬟和薛离伤心欲绝。当堂主走过来时，丫鬟想拿剪刀杀了堂主，却被薛离拦住，因为他也想为江离复仇。堂主只不过是个棋子，幕后之人依然是江离的继母，所以薛离已经想好了对策。当堂主进来后，却发现江离已经气绝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却撞到了薛离。为了复仇，他以堂主打死江离的事做要挟，他准备冒充江离的身份复仇，但首先要取得堂主的信任。于是他用国公织女的死威胁堂主，让他成功代替江离身份。我有一个养成奇美的法子，什么法子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江离。当把江离的尸体处理后，接下来就是要除掉堂主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逃出去。柳夫人的到来就是一个机会，因为柳夫人曾经是江家的好朋友，而江离头上的金簪就是他所送。等到了晚上，他就叫丫鬟把金簪交到柳夫人手中。可丫鬟很是郁闷，因为真女堂里都听堂主的，柳夫人根本就不会为他出头。这是柳夫人亲眼撞见堂主他品行不端。丫鬟顿时一脸懵，原来薛离早就谋划好了一切。他曾经在堂主身上闻到依兰香，依兰香就是夫妻之间调情用的。这你怎么知道？原来她曾经为了取得丈夫宠幸，经常用依兰香，所以这个东西的作用她再熟悉不过。而薛离发现，每当堂主出现此香，女贞堂的灯笼就会出现今夜的高度，如果没有香味，灯笼就不会挂这么高。而对面山上有个鹤云关，当灯笼挂在高位时，对面山上就能看到灯笼。
恰巧抵位时就看不到。贺云观每隔1夜就有一次法会，有法会出现的时候，堂主身上就会有此香。于是薛离故意把灯笼调低，却发现堂主到了晚上故意把灯笼调高，他便偷偷溜过来查看。接着就碰到了一位高个子女鬼，而且女鬼进入了堂主房间，说明堂主利用灯笼的信号，好与自己的情郎约会。姐姐，太厉害了！那我现在去找柳夫人。为了让柳夫人抓包，薛离把堂主的灯笼挂上去，但为了自己能逃离真女堂，他还必须要使出苦肉计，让丫鬟拿着鞭子抽打自己。就在他在大堂等柳夫人时，一位男人躲到此处，为了不让柳夫人误会，他叫此人赶紧离开。不料男人早已被围，他便挟持了薛离。进来的是肃国公萧恒，而秦公子贩卖私盐才逃到此处。当柳夫人看到簪子后，他便立马赶了过去。而薛离为了能逃出去，他故意冒充和秦公子一伙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要不我们放弃吧。肃国公已经追到真女堂了，如今又当场抓住了你我2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萧恒看得出此女人在撒谎，但薛离早就料到秦公子是个怕死之人，加上萧恒的身手，轻松的将秦公子抓获。当萧恒看到他容颜那一刻，他就知道她是江南才女，因为他曾经在江南见过县令之女薛离。可明明江南才女已经身亡，她怎会现在在这里？萧恒怀疑这里面一定有猫腻，于是他准备将此女带走，不料撞到了柳夫人。薛离索性将计就计，借用萧恒的身份逃离真女堂。他便故意装作可怜的模样，让柳夫人去求堂主。此时堂主明明没有挂灯笼，他情郎却来到此处。堂主一脸懵，为了温存自己，当他看到外面没人后，当柳夫人进来后，便将他们2人抓包。于是柳夫人把他们2人押到萧恒面前。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做主的被绑着过了。很快这件事传到皇帝耳中，并且江家与贩卖私盐扯上关系。国公为了摆脱嫌疑，他必须要把自己女儿接回来，继母为了不让外人嚼舌根，也要大办特办接回江陵。因此薛离开启了复仇的第一步。因真女堂出了这阿杂事，就算圣上和柳公不提，我们也应该把离儿接回来。这世上有什么事情比得过江家的清白和名誉？此事还请夫君做主。